上一次我们做了10斤五花肉的腊肉，今天这里我又买了11斤这个2刀肉。2刀肉就是猪屁股上面的第2刀，切下去的第1刀很肥，第2刀它就是半肥半瘦，并且不会脱层。在四川很多菜里面都用到，比如回锅肉、盐煎肉啊、蒜泥白肉之类的。这里一共是3块。这种肉它还有一个好处啊，就是看起来超级的漂亮，然后瘦肉也比较多，很适合女生啊，还有这些小娃不喜欢吃太肥的腊肉的。今天我们就来做一点瘦一点的。有很多朋友把这个做腊肉、做香肠、做酱肉想得很复杂，说句实在的哈，真的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，其实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大家跟着我的步骤来。保证你也够轻松的学会。这个肉比较厚一块，然后我们从中间给它改一下刀，看到没有？切开这里面也是半肥瘦相连，超级漂亮。这些肉都比较厚，所以要改一下刀。每年一到秋冬季节啊，这个四川基本上是家家户户都灌香肠、做腊肉，这样子的肉，你们说做出来它能不香吗？粮食猪既有肥肉、厚厚的膘，然后又有瘦肉，吃起来才真正的有肉香味。咱们一共腌制这6块，都比较长一块的。肉全部切好过后，并不是就下锅了哈，要在头这里给它打上一个洞。为什么要打洞？因为我们晾晒的时候就会方便一点。到时候要穿起来，知道吗？哦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大家这一步啊，其实可以叫卖肉的老板娘给你剁好。自己剁的话，如果不会弄，比较麻烦。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我们之前腌制的香肠、腊肉、酱肉这一些。现在我们来准备一点香料：八卦、大料、砂仁、花椒、海椒、贝汁、小茴、桂皮，还有梳子叶叶。这些主要是给腊肉增香的。这里呢还有盐，所有香料以及盐具体的用量，我会在视频的结尾给大家打出来，大家把视频看完，截个图保存就可以了。锅里面什么都不用放，加盐，用小火给它慢慢的翻炒。炒这个盐的时候没什么事情，我们可以顺带练习一下翻锅。学翻锅炒这个盐，还有一个炒河沙，还有一个就是炒大米。是最方便、最简单的。炒至这个盐开始发黄，我们下入香料，继续用小火给它煸炒，把香料的香味激发出来。炒至这个香料味特别浓郁的时候，现在给它倒出来，先让它自然冷却。冷却之后，用一个密的漏勺，把香料给它过滤出来。来准备一点高度白酒，刚才切好的这个2刀肉，咱们不用清洗肉买回来之后，现在给它抹上这个高度白酒，每一个地方都要抹均匀，既相当于把肉清洗了，还达到了一个杀菌的作用。这一步是不能少的，每一块肉都要抹哈。这样子抹了酒之后，它晒出来并不会有酒味。晒的时候酒全部都挥发了，酒抹好之后，这个盐也冷却了，现在给它抹上去。咱们抹这个盐就有讲究了哦，每一个地方都要抹上薄薄的一层盐，如果哪里没有抹到，这个肉就很有可能会坏掉。这样子一块肉就已经算抹好了，全部都抹得非常均匀，必须得这样子严格来。如果你稍微哪一点没抹到，现在天气毕竟还不是很冷嘛，就很容易出问题。我知道把我的世界强加给你，还需要勇气。我自说自话，简单的想法。全部都抹好盐过后，把它放回这个土坛子里面。全部腌制好后，现在用一个保鲜膜给它封起来，横着再给它封一下。咱们今天的腌制这个腊肉就腌制好了。这样腌制好过后，
如果气温比较低的话，直接放在外面就可以了。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，我建议放到冰箱冷藏室，给它腌制个5天的时间，然后每一天给它翻一面，就是把下面的翻上来，因为盐水它会腌出来，全部在下面，这样子才能够保证它全部都入味，比较均匀。那么5天之后，我们再来看看哦。天气不错啊，前几天我们腌的肉已经腌好了，现在给它拿出来晾晒风干了。把梭丝准备取，从我们打好的洞这里穿过去。现在给它提起来挂起。如果是冬至过后腌制的腊肉，盐比较多的话，我们还可以用开水给它烫一下。那样子腌出来腊肉更加的漂亮，和我们上次做的挂在一起。做腊肉其实最好的季节是寒冬腊月，也就是冬至过后，那样做出来的腊肉的话，它能够保存的稍微久一点。现在做的腊肉你放不了多久就会吃起来有一种哈喉的感觉，一般就是少做一点，做一点吃一点没什么问题。接下来我们还要干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是用筷子把这个皮给它擀一下，这样子擀撑，到时候晒出来会更加的漂亮。每一块都要擀哦。咱们的腊肉这样子就算腌制好了。如果天气好的话，15到20天就能风干；天气不好的话，就是一个未知数。在天气不好的情况下，我们需要怎么处理？一定要把它挂在通风的地方。没有通风的地方，就把家里面夏天的风扇给它拿出来吹着，不然的话，它很容易长霉或者是起旋旋坏掉，这个很重要哈。第二个要点的话，就是咱们不能放在外面晚上不能放在阳台上面，阳台上面很多露水，把它露一下，也很容易长霉，很容易坏掉。这样子风干之后，无论你是蒸也好，炒也好，或者是拿来做香料也好，拿来焖饭也好，都是超级的香，不用烟熏，很适合城市里面做哈。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它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自己可以做一下。还有一个要点就是讲一下这个配方哈，我是用的3两盐不到，因为现在天气还不是很冷，我建议大家用个150克到160克盐，天气冷了之后用120克到130克，吃起来没那么寒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撒够了，我是想念，下期见，拜拜。